大家好，我是哲嘉，今天很高兴邀请到种子，他是一位很资深的软体工程师。Hello，感谢哲嘉邀请我来这个访谈。我是种子，英文名是 Corey，C-O-R-E-Y。我过去大概从事的工作从一开始我刚出社会的时候，工作是做 MIS，然后一路的从 MIS 做到前端、后端。那最近的工作是在我目前服务的企业是以 SA 的方面为主。那主要是协助我们目前开发团队上面的一些技术上的分析、架构的访谈，还有跟 PM、TPM、跟客户还有业主把这些需求重新厘清完之后，带回我们的开发团队进行基本的分析，在下方给工程师还有我们目前的整个部门需要的架构上面的做调整的一些调整上面的规划这样子。那因为我过去有一段时间也是在做 freelancer，那时候是因为一些滑雪上的意外，所以在家里做养伤、做复健，所以也有一小段时间做过数位游牧，所以算是我不完全算是一直都在做 coding 的工程师，那所以从一些其他面向，只要觉得是资讯业里面有趣的东西，我都会想要去尝试这样子。然后种子最近做一个很酷的专案，叫做 VioSpec，那请种子介绍一下。好啊，当时会有 VioSpec 的概念，其实是我在我们在自己团队里面在研究怎么使用 AI agent 的过程中，我发现spec 的这样的一个工作流程，所以是在公司期间想到的。对，我那时候，因为其实在早期的时候，我在接案状态，我自己有一套工作流程，可是，在团队工作的时候，就发现说，其实大家的习惯不太一样，而且我也才刚来嘛，我也没有那种绝对的要求人家去改成我要的，这其实也不好，他们有自己的既有的方式嘛，所以我在这过程中，公司也提供很多一些学习资源。然后我们过程中，团队有很多成员去试过 SDD 几个方法，像 Spec 还有你介绍过的 OpenSpec，我们都有尝试过。可是，在统整过程中，我们就发现说，因为毕竟公司内有大概很多专都是已经在内部营运中，或是正在开发中。在这种情况下面，每一个开发成员自己的习惯又不统一的情况下，你要直接硬是做 SDD， 你只会让它变成一个灾难。对，所以我们就大家的记忆会被统一啊。对，因为就是白 project，然后大家都是写在 agent 时间地。对，没错。那其实如果大家都有时间去慢慢研究的话，我觉得都还可以慢慢的让 SDD 的这个导入动作去可以做。但是有时候就是很赶嘛，这个其实大家都有这种经验，就是很赶啊，手头上可能2-3个专同时在跑，那各个情况不一样。所以我们有尝试的在某一些小型的 project 去导入像 Spec 跟 OpenSpec 去 try。那我自己在过去在接案时期也有自己在小团队上面 run， 这是 OK 的。可是在互动上面，我们就会发现，就是刚刚有提到的，因为毕竟每个专案它的历史包袱都不一样，它可能用技术的一些技术栈跟框架也不同。所以，当你 AI 直接进入这个专案区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 AI 很常在里面迷航，它可能每个人写法不一定，所以你在一样的看起来很像的架构，你可能今天都是用 Java 的 Spring Boot 去开发，但两个工程师开发的方向不一样的情况下 ，AI 很常会找不到重点是什么，然后甚至也会是说，这样不是 agent 时间地要写好吗？对，那 agent MD 这件事情，因为大家习惯不一样，有些人会直接用 Copilot 它内建的那个叫做宪章的那种方法，对，它就是因为可是各家的 agent 都会吃那个文档，对，这是共同的，对，然后就是习惯上不同，有些的 agent MD 它并不是有那么齐全的脉络，或者是它的内容它是只更新到一半。不是啊，那个是摆 repo 的，所以应该是会上 Git 吧？大家都用这个，对，就是刚好提到那个情况，就是说，因为大家习惯不同，所以那个 agent MD 没有人在主动维护它，然后它的 agent AI 也不一定说有追到最新的情况，所以很多时候就是有些工程师习惯看到，这份code我就会改啊，
我就不想要直接透过 AI 改，我就直接手键把它修掉。手工师傅。对对，因为现在因为不是说现在，但在去年以前，其实蛮多工程师他手刻的速度跟 AI 在修改的那个速度其实是此起彼落啊。如果今天是他是一个他很熟悉的专案，他又是资深工程师的情况下，他在这个情况下，如果再用 AI 去帮忙协作的话，其实有蛮多案例发生，就是 AI 反而花很多的时间跟 AI 沟通，去跟他讲说我这是为什么。然后，而且有时候不小心有改错的情况下，还要重新扣一再去找。对，其实在这种成熟专案又是资深工程师的情况下，会发生这样的情况。对，所以我们那个时候就在想说，该怎么去让这样子的阵痛期降到最小。我们都知道 AI 有很大的优势，可以让我们开发出变快、品质变好。但是在这种情况下呢，一定会有一个阵痛期在。对，所以刚刚有提到，就是我们每个 repo 都有自己的AWS MD 嘛，或者是 Cloud MD 这种的基本的记忆在。只是每个人习惯不同的情况下，就很难去把这个东西抓紧。可能有一些内容他们就是没写好，或者是在同个专案里很多功能是对着这个专案一起修改，可能 A 改了这个 B 改了这个，是他就是没有去同步到那些该去维护的 spec 的内容。然后对于我现在的角色 SA 来说，也是会有很大的困扰，就是今天这个案子可能有5个工程师在开发，那他们各自的进度都不同，可是我再去掌握它的架构状况，它到底没有符合我的技术架构的时候，我要花很多的时间去确认。我自己的做法原本都是靠 AI，就是爬嘛，最直觉的方法就是它有什么变动或者什么调整的时候，我针对那个问题那个需求去看，说它有没有做到我的架构。可是实作上呢，这其实是蛮容易 AI 容易会可能你要花更多时间去跟他解释我以前讲过的东西。对我可能以前上个月刚改完这些功能，然后下个月他做了更多的内容在上面了，那他到底有没有符合我原本规划的架构在走？这个 gap 我得要去确认他到底有没有做到。你们规格都会记录下来吗？记在 Confluence 之类的？我们现在的话就是用我这边 Lido Spec 的方式，就是写在每个 repo 里面。对啊，我现在讲的是当时我面临到问题，所以就因为这些阵痛期，然后我就把我原本在之前开发的经验的那一套做法，我就试着在现在公司还有一些遇到的问题上面去做落实，就是我先去把整份专案的大概的脉络，用的技术，还有它的一些路口、一些 controller 啊，它的设备到底是做什么的，去把它用 AI 去把它 scan 下来，然后让我再人工去确认说它到底它的枚举是不是对的，我的 prompt 有没有下精准。那确认这个 scan plan 都是 OK 了之后，我就会试着让它build 得出我想要长出来的 MD 的这些 spec 内容放在我的 report 里面。那这是第一步，那这一步只是把整个大概的框架跟用到技术先收敛下来，那再往下可能是要做到SA， 就是它更细的，我今天为什么用到这个技术，的一些描述，我会在这部分去补齐。接下来就是针对每一个功能去写它对应的 spec， 像今天是登入登出相关的 spec， 我就会报 MD 在 SPEC 的这个目录底下。这样陆续往下涨，哪个会先啊 ？spec 会先还是 code 会先？spec 会先我们会以那这样 RD 就是针对 spec 下去啊？对，但当然就是如果是从无到有的话，就是 spec 先没错。但如果它是已经在 run， 像刚刚提到比较旧的专案，我就一样就是 scan 下来，然后会存一份目前的整个框架的技术细节在这份 MD 里面。然后这份 MD 里面，未来我们要维护它的时候 ，AI 会去读这份 MD 的已经记录好的这些内容，它就去。Spec 它是摆 repo 下去做，不是摆人这样记录你的。OK， 它是摆 repo 下去做。对。那我自己因为手边上的专案都是会有像 Web 端很常会有前端跟后端的分离的情况。所以我自己目前的做法是在每一个框架底下都有自己的 Lido Spec 的一个文件组在那边。对，我先把我想好的这些 spec 先
帮这些工程师，就是开一个 branch，然后放在那个专案底下，然后我写好 spec 之后，我就发 PR 给工程师问说，我这 spec 你有没有读懂？我会试着跟他讨论说，我现在这个 spec 是不是跟你想的方向是一致的？他同意嘛，就 PR 进去就会放在那专案里面。那专案它有一个统一入口，现在我们是用 Agents.md 去做，因为它比较泛用一点，它不像某一些 LM， 它可能特别只抓克劳德或者什么，对，它比较 Agents.md 比较泛用，所以它今天不管是用哪一套工具的 AI， 等它八九成都会先读到那个 Agents.md 去做 scan，所以它这个东西只要一放到这个 report 里面呢，任何工程师在开发过程中，那个 AI 都会先去尝试理解这个 report 在做什么。那他今天不管是想要透过 AI 去修code，或者是说未来他想要回头更新这个 spec， 他都有一个统一的标准去从这个 Agents.md 去更新整个脉络这样子。对，我出发点讲，那这其实当时这个概念，我在手边上的专案去这样尝试，然后看起来是可行的，而且我在掌握专案的那个效率上变很好，因为有些旧的专案跟新专案混在一起，又很急的嘛。然后有时候 PM 会问我，这个功能，现在遇到什么问题？它有没有什么需求是可不可以加进去？那一般情况下，你就只能问当初负责的工程师。对，然后临时的我对，一般情况下，对啊，最臭的情况下就找不到人。嘿，那当然，我们现在手边上的情况就是尽量先陆续的让 AI 去补齐这块，因为我在scan 这个专案的时候，我在spec 里面提到的那个它的 prompt 的范里面，它有一个区块是请 AI 反问我。对，所以你只要在那个 scan 那个专案的那个 prompt， 你只要一贴进去，它就会扫描完之后，把它具有疑虑地方先丢出来。我会先跟他做初步的讨论，然后他推拟出一个 plan 出来，我再针对那个 plan 去做修改，把它改到我觉得真的符合这个现况之后，他就可以在 build 去把这个 plan 长出来。当然在 build 过程中，我也有放那个 plan 那个 prompt 里面我有留一段是说，当你执行到这一段你觉得有疑虑的时候，请你反问问题。所以其实这两个步骤，我只是提供一个方法，让开发者或 SL 或 PM 他在建立这 spec 的时候，让他的 AI 能够辅助他完成这份 spec。对，它有点像是那个 spec key 的第一个步骤，它就是会先对，会先去做这样的一个访谈，把那个你的最初的需求给正规化。它有点像这样做，只是就是这一样回到一开始出发点，你要让一个已经在 run 的专案突然导进这个，或者是改变工程师习惯是有一些摩擦的，所以我才想说用比较不影响他们开发的节奏方法，我帮你写文件，我帮你把它放进 repo， 那你只要开发的时候帮我留意一下那个 Agents.md 内容有没有问题。对，所以其他 RD 只要管 Agents.md 吗？对，他只要看 Agents.md 的那个 map， 所以 PO spec 是你在维护的？对，主要是我对。所以我们回到那个专案的结构啊，我在 Remy 这边有大概分享我们遇到了一些问题嘛，就是希望让整个文件的飘逸能够下降。对，刚忘记提到，就是说我们这样子的设计，就是要让 AI 能够在最短且最有效的情况下，先快速理清这个专案在做什么。尤其是今天工程师身上可能有3、4个专案挂在身上的，你在专案的切换里面，你 AI 可能都要重新的去理清你上个月在这个专案做了什么。可是你在这个专案，这样不会 context 很多？其实还好，因为我这边的要求是 Agents.md 这边有个最大上限。我都看了一些文献跟网络上面的分享，就是你的入口的那一份其实要尽量精简。所以我这边是有要求，我的 prompt 里面是有要求 AI 在产生 Agents.md 只要注意它的上下文是不是有超过长度或是过长。当然我就不可否认，当然专案大一个程度的时候，那种破千行的情况也是有可能会发生。我看到有一些别的大专那包就是真的很肥，但是可能没办法，那真的很大。但是这件事情至少是可以让 AI 在
scan 这个专案，它不会一个一个去拆，你直接跟他讲这个 service 是为什么做出来的，那你既有个新需求，只要对应到这个原因是什么，就可以知道哦，我下一个功能要先去看这个功能下面的 spec， 它已经做了些什么，再去做优化，而不是去拆。而且 AI 很容易忘记之前的事情就算了，它还会先入为主的觉得说我的方法比较好，对不对？它就是会直接覆盖掉你可能原本写好的东西。所以我在Spec 还有一个蛮关键的目录，其实就是叫做 SA， 叫做 ADR， 这个 ADR 架构决策。这个架构决策的用意就是我今天在做任何的大型的调整的时候，它会帮你记录你在几年几月几号，你有做一个决策导致你做这样的判断。我举个例子，就是我们之前有一个案例啊，它其实是想要做成 microservice 为服务去呈现，但是因为我们在讨论的过程中发现说，它其实user 很想要先赶快用到里面的 solution， 我如果这个时间就把它做成 microservice 的话，可能会让开发时间太长，想压缩它，所以我们就先把它包装成 interface 的 service， 先让我们自己的专案里面可以用相应注入的方式进来使用。但是我这决策过程不代表说它以后不能变成 microservice，是我现在先这样子做，不是未来就固定这样做。像这种决策，你很难在程式码里面留下那个脉络。对，当你未来可能半年后回来改 ，AI 可能就会觉得说，你为什么不用 microservice？他可能就开始爆改一波，或者是说，给了一些不太对的建议，你就还要再花时间跟他重新解释。我没有，我其实留下这个接口不是没做完，是我先用别的方法先解决现状。你每次 five 都要 harness 啊？对，每次得要这样子不断的跟他沟通。那有的这个 ADR 的架构决策的说明之后，我觉得有蛮大的帮助，就是在长期维护上面，它其实是会去建立，像刚刚提到那是一个架构决策嘛，还有一个情况是我们可能换了 library，对，我们之前有一些 file IO 的 library 是开源的嘛，然后我们今天发现它可能安全上疑虑，我们要从 A library 换成 B library。然后其实 A library 在主流的是都用它，所以 AI 还会很常推荐它。对，那我们就换 B， 原因是什么？它在 ADR 也会记录下来。我当初是考量到什么原因，像这样改用它，那它有什么问题，我可以先写在里面。然后未来在修改的时候，它会去抓说，我可能有些坑可以先避开，可以继续往下涨。对 ，ADR 是一个这样的，而且这套概念其实在国外 AI 发展以前就有很多人在宣导，可是人类是没办法那么聪明的去帮你每一次学这都记得很清楚。你有时候比较土炮的，你还要翻对话记录，你当初为什么 PM 会这样做的？你可能工程师不会去记它。但是 AI 时代的好处就是，原本有一些人类难以达成的一些规范或是方法，你可以请 AI 帮你想好。对，然后你再把它记录进来的时候，这些事情其实对你来说也没有代差的成本，就放在分在那边，未来哪天用得到，这样子。那这就是我觉得核心就是刚刚提到的整个 HSMD， 然后那个 SA 就是整个技术架构，跟 ADR 还有 Spec 这4个环节是相对重要的。那我的Spec 在迭代过程中，就是一开始我是先我自己用，然后让跟我比较密切合作的同事也一起来使用它，然后就慢慢去优化。有时候会发现说，那我在这个过程可能有一些经验是可以留下来的，所以我就试着把这些经验，想说一开始想说写成部落格文章，就是把它包在那边，我就讲你就好来看。可是后来发现越做越完整，所以像是 Spec 这边除了基本的 README 的结构的说明嘛，这边有提到我们第一步做什么，第二步做什么，然后产 Spec 用这一包，然后 ADR 用这包，就是这。除此之外，还有 template 让你 AI 参考它该长什么样子，然后再来就是我今天已经
导入的话，那我的概是什么东西？我今天实践指南，我今天如果想要做什么样的功能的时候，我需要做。然后什么叫做 A 类型、B 类型、C 类？就是我在prompt 里面其实都预埋一些让 AI 自己发现问题的一些提示词。对，像刚刚提到的 schema 就是让 AI 自己去推导，可是一定会有一些需要人确认的东西，就是它会把他有疑问的东西反问给你。那你就在针对你目前的理解去回答它的架构层级啊、命名管理啊，跟它目前问题为什么会这样摆放。然后接下来就是他会再把无从推导部分，请你补充为什么这段东西，跟其他功能完全没关系啊？那你可以解释吧，就是会跟他不断讨论，去回答几个问题去做推演。然后这边我有个新的，就是有些人会觉得AI 幻觉很烦，然后我觉得 AI 幻觉。我先定义幻觉是什么？幻觉就是 AI 会用它已知的情报去推断、去猜、去模拟你可能要的东西，去给你一个它想象中的回复。对，但是AI 幻觉这件事情，我们想要做到的是让它在可控范围内，能够好好利用它幻觉的效果，因为有时候。如果你期待 AI 是0%幻觉的话，那你直接写程式就好了，因为你就是一个指令的动作，你不是在用 AI，你就只是把它写成一包，像我们过去写程式那样，我就是想要输出 A，我要长一模一样，它就是固定的 flow。但你有 AI 的帮助之下，它可以透过你的这个辅助去产生出它要的东西，反而像是我这边提到的这些不合理、不合适的情境，都是 AI 帮我想出来的。那这个其实也是幻觉一部分的，就是它的幻觉是有往好的方向发展，对，它帮我去，应该说是衍生思考。对。那当然，它要是讲错了，就变成不好的幻觉。对，啊，讲得好哦，好棒。所以这有些矛盾点，就我其实人类的幻觉比 AI 还严重啊。对，其实人类会有 AI，但是我们在控制它幻觉的过程，我发现有些方法比较有效。然后这就是我们在技术设计上分享，还有你在过去 SDD 分享，就是不断想要把这套流程能够调整成说让 AI 可以在可控的范围内，然后达到你要的，当然它有一点点小失控也是你要的，对，就是那些小失控的部分要是你要的方向，这样就是一个你要的好的产出。对，那像这份概就是我请 AI 帮我把过去工作的习惯、我的决策流程，帮我去想出一个 plan，然后我再一条一条去修正成他可能讲错地方，我在讲错地方我就把它拿掉，然后做一些优化，得到了一个这样的概。然后还有一个 daily user， 就是我请他帮我把我每天一定会做的事情，拿这种操作模式，跟平常会触发他的一些 IDE 啊，他该怎么用，他可能入口会长什么样子，都先请 AI 帮我罗列出来啊。这些其实是要帮助在 AI 使用过程或是 SDD 使用过程这些开发者，他有一个方向，知道说我们通常遇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是怎么去找，或者是我们的习惯上面会去怎么去处理这些问题。我就把这些我遇到的问题啊，把它弄得像是方法的一个库，收集在这边。所以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呢，可以先来我的这个 repo 看一下，先从 README 看嘛，然后 README 看完之后就是看我的 guide。基本上你只要看这2份文件，它里面都有对应的连接去引导你遇到这个问题的时候，你要去什么地方找答案。那我也是就是非常欢迎大家有自己开发上的习惯或者是一些见解的时候，就是来这个专案我们一起讨论，你可以发 PR 或发 issue，我们就试着让它变得更强大。有人发过 PR？ 对，现在还没有，我才上个月才刚发出来。对，那我后来也是，我觉得差不多之后，我也有写一个 skills 在这里，就是说，我把对，我把我这几个常用到的prompt 包成一包 skill。那你只要把这个ROSpec 这 skill 放到你平常在读 skill 那个目录里面，因为每个环境不一样嘛，然后
它就会针对你遇到的问题去把我建议的 prompt 导进去，让它在AI 在沟通过程中会自己去抓成它的因为这个是上礼拜我刚 release 出来的，然后我自己试用还 OK， 不过我觉得还是需要大量的验证，因为 AI 的东西有时候它的产生的结果要很多的时间去不断的try，你才知道说那个方案是不是对的。然后因为我自己开发习惯上面，我会开 GitHub Copilot 去切换各个模型去验证我现在的这个 prompt AI 到底有没有读懂它，然后它的结果是不是我要的。从 GPT 啊、Cloud Gemini 我都会去尝试去把它踹到说这个3大 LLM 它出来的结果都7、8、90都是我要的范围，才会把它那个 push 到我的 Little Speak 上面。所以我的方向是希望让大家在跟 AI 开发协作中，或是在用 SDD 导入的前期，你有点不知道该怎么学习这种工作流程的话，有个方向让大家知道我们可能前人踩过一些坑。但也要学这个怎么用。可是你刚刚说 RD 只要管 Agent CND， 不用管这个 Zero Space， 这就是一开始的时候。所以之后他也是要弄的。对他当他发现他的好处的时候，就是我目前就是有点像是潜移默化让工程师发现这套做法，它开发速度变得很稳定。然后他今天有新功能要加的时候，他就会一样在他习惯的方式是下 prompt 或是用 CLI 去执行的过程中，他就会发现我的这个 spec 需要更新，他就会回去更新的 spec。其实让他养成一个这样的习惯，我是希望让可能过去不习惯 AI 沟通的工程师能够慢慢的感受到 SD 的好处。那更进一步的就是就可以开始导入 OpenSpec 或者 Spec。那当初在设计的时候，我就是怕会有一些相容性问题，所以我就完全就是用 Markdown 方式去设计这个架构。那像是 ADR 的那几个规范，我会有放 README 在那个ADR 的那目录底下，让未来可能 OpenSpec 导入 Open 或是 Spec 导入，它可以知道原来已经有留了这份文件，那它接着正式流程去跑的时候，这个东西是可以并存的，而不是说它就是没用的。那我今天如果有一个专案有个 repo，我要怎么把 Zero Spec 装进去？要怎么 initialize 它？其实最简单的方式就是开我的那个有个叫 prompts 这边，然后开这个 INIT build 的 MD 这边有一个基本的介绍，你就把这段 prompt 复制下来，贴到你的那个专案里面，看你是习惯用 AI 的 char 试装还是用 CLI， 你直接贴上去。那当然下 prompt 对这个是 prompt 下进去。那有一些内容你我是把它调成AI 能够好懂英文，所以如果你英文能力还 OK 的话，我会建议你先稍微看过它的内容，然后有些地方可以微调。像我举个例好了，因为我这边的文件我会希望产出来的结果是之后 PE 也能看。所以我这边有希望说用 ZHTW 就是繁体中文的方式去编写。但你如果今天是其他国家的人，你可能是习惯英文语系的人，那你就在这边改成 EN，那它出来的结果就是英文，就是这样。这是一些小地方啊，这些说明其实在前面都有提到。我今天如果要使用它的时候，你要先做些什么事情，它会有一些什么样的效果，会提醒你。那接下来 build 完scan 完讲错，先 scan 完，我们在 scan 的过程中把这个 prompt 贴进去嘛。那它执行完了 scan 之后，它中间会有几个地方是会请你去回答一些问题。然后这边执行完了，下一步就是 build 就是真的产生实体的 DMD 档。那我们这里会建议说，用 play 模式先跟它互动完，确定它 build 出来的内容是你要的时候，你再直接按执行啊，去跑更细的 spec。那其实这2步骤做完，就是最初阶的 Little Spec 的内容了。那再来一步就是你可以用 SA 的这个，那它会自动把那个 Zero Spec skill 装到那个点 agents 底下吗？就让所有的 agent 都可以用。
这个我目前没有抓到每个那个环境里面，对、OK 对。那所以它那个 skill 也是要自己手工复制到对你直接 点 agent 里你直接复制到点 agent 里面去。 OK 对，那这边其实因为我的目的是希望让大家在不熟 SDD 或者是 AI 开发的前制作下，能够知道一下大概的流程，然后你知道之后，你就可以开始用嘛。用的时候你渐渐优化成你这个专案适合的 flow 跟开发习惯之后，你再看要不要再更进一步的使用别的框架。我目的是这样子。那这个 skill 只是方便说你一开始真的在复制这个prompt很懒啊，或者是说你今天跟 AI 沟通的过程中，可能有一些地方我已经想好方法了，像是 SA 的 prompt 跟 spec 的方法，你就不用另外自己下。但是操作这个 Zero Spec 的方法就是找这些 ND 档，然后复制这些 prompt 下来。对，最基本的方法是这样。啊，你进阶就是 skill 安装到你的 ID 环境里面的时候，让 AI 帮你判断这个情况下你要做哪些动作。对，你要建 spec 呢，还是 update 的？那我有一些比较第二层级的应用，就是这些文件建好之后，我有留一个 skill 是帮你找出差异。你可能过了1个月，因为这个团队里面不止你可能有3、4个或是10几个人在开发同的专案，一定久了一定会有 spec 落差。对，如果你今天可是这个 spec 不是会 maintain 吗？它是会上 Git 吧？它会上 Git。对啊，那应该是大家会 maintain 好。对，这理想上。理想上是这样。实务上，我不确定，应该大家都有这种经验，就是不是每个人都很遵守原本说好的规则在走。对，然后有可能就真的他可能甚至是改个色票。你可能盖里面有一个 style， 你就是改了一个东西，你就忘记跟 spec， 他可能不是故意的，他就忘了。会啊。对，对。那我的角色因为是 SA 角色，我必须要确保这个 spec 跟需求还有工程师制作是对得起来的。所以在这实务过程中，我也是会可能1个月或是1个 sprint， 我会去请 AI 帮我去扫描啊。这个过程我就是把它精粹成这段 prompt， 让它去扫说我今天的 agent 是 MD， 然后它的 spec 里面的 MD 是不是跟当初规划的是一样的，然后它会先排练出一个差异出来，然后再问我说是不是要帮你更新 spec。 对，那除了这个之外呢，还有纯粹的更新 update， 就是我今天spec 没增加，可是架构可能有变化，或者是做什么呢？就是只更新 HSMD， 只更新README 这样的一个 update， 比较更简单的调整。那会列出来，其实有一些都是我在开发过程中发现，蛮多人会问我要怎么处理这件事情。对，所以我就干脆就把它用成一个方法库，把它分享出来，让大家互相交流。对，看有没有一些更进一步的用法或者建议呢？大家也欢迎大家指教，这样就是有些地方可能小弟还没有碰到的问题。这已经很完整的。对，但是就是我觉得还是有精进空间，而且 AI 进步太快了。对，我也是想说，有一些公司可能这1、2年受到 AI 冲击很大嘛。工程师多少会焦虑，不知道该怎么使用。像透过您的教学影片，有些工程师受惠了。对，那也有一些工程师他很迷茫，他不确定会导入进来，可是有时候也不是工程师问题，他可能是整个 team 的风气或是政治问题，他很不适合用外部的框架在团队。对，那spec 就是你自己用，其实不会影响任何人。你自己在自己 repo 里面，你放一个 HSMD， 没有任何程式码有受到影响。然后你在使用 AI 的过程的时候，也会感受到说 AI 变快了，反应跟理解速度变得很清晰，然后也比较不会改错。那你就是这样渐进式的让大家
可以慢慢的跟上这个 AI coding 的这样的潮流这样。然后种子之前很励志，就是他滑雪的时候出了意外，然后膝盖骨折，不能 on-site 工作这样，然后就开始远端接案。那你是怎么接案啊？要怎么找案源？我当时其实是有点被迫要开始找案源，因为我那个时候因为本来就有一些工作上的人脉啊，一开始是靠人脉，因为我在工作之余会去参加一些技术社群啊、GDG 啊、TuCon 啊，也认识一些朋友。对，大家要来参加对 GDG 高雄的活动。对，大家多认识啊，因为真的有些时候是蛮多业主有想法，但是不知道怎么执行。对啊，在 AI 时代会变成说，就是业主大概知道 AI 可以解，可是他不知道怎么跟 AI 沟通。对，所以这面向有点像，就是说，他依然会希望找自己信赖的人，先帮他确认他的他想做的这个东西要怎么去达成。所以我会怎么找案源呢？当然最普遍的方法其实很多网站上面都有，可是我今天不想要强调那种或接案平台对公关对，我不想强调这个，主要是我会建议大家在像我们现在多分享自己的一些故事，然后让大家有机会去认识到你。然后在这个过程中呢，你也要保持一个学习的心态，去接触新技术、解决新问题。累积的这些经验呢，在一些机会来的时候，你就可以很有机会去借助它。对啊，我自己当时因为在工作之余，就是技术钢铁技术社群嘛，我认识一些朋友，还有一些很有趣 idea， 就做一些 side project。然后透过 side project 认识到一些业主，那当时因为我有正职在身，其实是没有太多时间去接太多案子，就维持一个友好关系，小小的顾问啊。那这个其实蛮重要。我后来发现，我当时为什么能够顺利找案源，是因为我已经累积了一定程度的信赖度在大家社会信用啦。对，社会信用在。那真的有一些状况发生的时候，第一时间，当然是祝福我说啊，希望你赶快好啊。所以你现在很闲，对不对？你可不可以帮我想一下这个东西要怎么做？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所以有人主动跟你说？对，我其实那个时候也没有想太多，因为我受伤当下是蛮受挫的。我那时候其实是左脚是膝盖这边那个撕裂性骨折，右脚这边是韧带骨折，韧带受伤。所以我是两脚不能动。对啊，当时我一滑雪出意外，就是在日本急诊嘛，然后送回台湾开刀，前后1个月开完刀完之后，大概有3个月是无法出门的，就只能躺在床上。我其实那个时候是蛮焦虑的，因为刚好是那段时间，我也是在想说，结束上一段工作，我出去玩久一点。我就说，那你是找到下一份了吗？我那时候其实身上有 offer， 有 offer 了，所以我那时候也很不好意思跟已经答应的公司先婉拒，就是给他看我在日本受伤的那个什么，好像是受伤证明吧，医院有帮我开一个证明书，然后就跟他婉拒啊，突然就没薪水没收入了，所以其实，在平常你们有能力的时候啊，我觉得只要你兴趣是在做资讯的东西，对，那像你也是很喜欢分享嘛，就觉得也是很好的曝光方。像之前的 Andy 也是在我们的南部社区那个社群里长伯，他累积很多这种。当你真的大家信赖你的时候，你有遇到一些问题或者是突发状况的时候，我觉得大家都会蛮愿意借助你的。对，这是其中一点。然后我会觉得，如果是普通的状况，你们就尽量维持这样的一个技术粘度，你就是尽量让自己能够让别人很快认识你。那当下我其实是我确定了我要开刀的事情之后，我是
在我的社群平台发了一篇文，跟大家说我目前受伤，可能有一些状况，可能没办法再帮大家，因为那时候有一些谈好的一些案子或者是 offer 嘛，就是没办法，就是跟大家公告说，这段时间我受伤了，所以那个有些接下来活动可能没办法参加，然后什么什么什么的，对我那是无意之举啊。我没想到说我一 po 文之后，大家反而知道，哎，这个人现在有时间了，就开始塞一些事情过来。那我当时是蛮感动的，因为我其实没有想到说，就是大家在这种情况下这么主动的想要提供我一些机会，所以有些人是帮忙牵线，有些人是就本身是可能是有创业，他就有一些 idea 想要实现，只是一直不知道找谁。对对，就增加。那我觉得有一个关键点，刚讲这么多，有一个关键点，我后面有个结论是说，你要让别人在最少成本、最快时间下能够认识你这个人。那怎么做呢？其实我们平常在工作丢履历的过程，其实就是在演练怎么介绍自己。对，你在面试，你在做履历，其实就是怎么让别人认识自己。那其实做媒体、做自媒体也是一条路嘛，就是你现在频道开始慢慢的有很多人在观看，也是一条路。然后我自己的做法是，我持续在更新自己的社群平台，然后我有一个专门介绍我自己的网页，只要有相对应的需求的人的话，我就会让他看我会什么，我解决过什么问题。我把那个简历就是直接放在大家连得到的地方，然后只要有需求就可以先来聊聊看怎么去解决他的问题。那当然，案源找案源其实有一个大家一定会遇到问题是说，你要怎么知道这个案源自己有没有办法承接，会不会有问题？对，那这件事情呢，说白了就是，你要是发现他在跟你谈案的过程中，他一直只是纯粹丢想法，他没有给你一个固定的方向，他自己也不知道要怎么做，对自己也不知道怎么，这其实蛮常遇到的。你有时候你想接案会太热情，他一有想法你就跟他一直拼命讨论，但是实际上他可能只是在借由你确认说他值不值得找你做，或者是怎样，可能在比价。所以你其实要有一个心理准备，是说，当你开始在找案源的时候，一定会遇到很多这种他想做可是讲不清楚，那他其实有时候并不是他就是故意在找成自己没方向。那我自己的最第一条件是说，你要是没有办法跟我走到谈合约这条路，或者是说他甚至连定金或者是初期的开案费都没有办法提出的时候，因为你在其实在跟他沟通过程中，你要慢慢去试探说他到底是不是真的想做。一个真的想要落实这个 idea 的人呢，他其实自己会想嘛。像我今天如果我有个东西没时间做，希望委托别人帮我做，我一定会想好我要怎么跟他合作，未来合约怎么走，可能预算多少。你有这些基本的资讯之后，你去跟他谈，才可以确保这东西这个人是不是真的做不做得到，对。但如果连这都提不出来的话，那很有可能这个案子可能要么很晒，要么可能他真的没有要发案出去，他就是在想找一个人去确认他的需求，他其实没有确定他自己要什么。对，所以这个算是一个要累积的过程。对，那因为你如果全职接案的话，才做这件事肯定是有点太慢了。所以你可能在前期你准备要接案的这个缓冲期，或者是你正职之外假日有一些空档的话，要多多的去跟大家做接触啦，然后去了解市场上需要什么。有时候不一定是别人发案给，有时候是你自己有想做什么。像那个馒头啊，不是弄那个游乐场，对啊，也是我觉得蛮厉害的啊。就突然
越风生水起，那个直播开始用他的在做抽奖嘛，就是有一些 side project，我觉得可以在你空档的时间开始做，然后多多曝光，我觉得曝光很重要，不要闷着头做，你能找到可以分享的请就多分享，你不知道分享给谁，你可以分享给同事啊，同事不熟那就来 GTG 啊，来跟大家交流啊，那我们其实都是很欢迎，就是有 idea 的人来看我们怎么一起去做技术上的突破，或是做实作这样。所以其实我觉得这个风气只要营造了起来，对于接案市场也是健康的。因为不是那种可能有一些案源他就是不能讲很晒，他可能就是想要用最低的预算去做到很多事情。对有时候这种案子市场上存在，而且有些人可能真的不懂就去接了，然后就害他从此不敢接案。对，有多少听过有一些人啊接案前面1-2个案子他的经验不好，他就很害怕，就不敢去做这样的突破。那我觉得蛮可惜的，所以这个现在市场，我觉得大家要去把它营造的比较健康会比较好。所以虽然有一些企业，像我现在待的企业，我已经大概1年多前才离开接案市场，但是我最近在听朋友间，他们其实持续还在接案的人，他们就是有提到，就是因为现在 AI 的转变下，就是我们在接案的方式会有点不太一样，像是以前是我们要亲自去跟客户访谈，去确认他到底要做什么。你说客户会自己问 AI 问完，然后跟你讲要做。我们现在就是有些朋友他是设计 agent 出来，请他有个固定要问的问题，请他先填那个表，然后跟他讨论完之后会产生一个 spec，然后那 spec 就长得很像刚刚 Visual Spec 那个基本的结构嘛，然后我们再确认他的需求到底要怎么做。那这样token还是要自己付吧？对吧？是成本嘛，成本嘛。你也可以用本地模型自己串，本地更贵啊，你要搭硬体。对啊，就现在很多方法啦，就是你可以用简单的做法，或者是你也不用到很聪明的模型，其实你只是需求的，对你只是需求的探勘，其实不一定要很 smart 的做法，你就只是收集资料，然后但成本低的方式通常是会落后像最新的大概1年这样。但是对于需求访谈，你可以不用着重到技术上。就是像我去个之话讲，之前有一个案子，他的情况是他想要做一个内部系统去比较各个产品，因为他本身有卖很多产品，然后有自己的市场，因为 A 产品跟 B 产品它可能打的市场不一样，他想要做一个收敛这些市场，就是去爬这些大数据下来之后，去确认说他这个商品它定价到底合不合理的一个东西。但是他一开始跟我提需求的时候，其实很模糊。其实他好像只跟我说，我想要做个比价网。什么是比价网？然后一路的去挖，才挖出说他其实是想要做跟竞品之间的那种市价的。他其实不是不知道自己需求是什么，不知道怎么讲。那 AI 的辅助是帮他把他想讲的话讲出来。所以我觉得这是一条路。然后现在我所知道我朋友在接案的情况啊，就是比较简单的需求可以 web 掉的那一段，其实已经没有什么市场。就是我们今天很简单的做一个记账的 app，这个 web 随便做出来，对不对？你就记个账嘛，你可能用快捷键按这样子。但你如果更进一步，你要做到说，我今天这个想要我的记账上了云端之后，我还想要跟我的其他常用的配去做收集，我想要串它的那个 log 啊，它的 history 啊，去看说我的消费有没有异常啊。再更进一步的这种，就需要做需求分析。这种层级以上的可以透过 AI 解决，但是不是每个人都会。
那现在的接案市场会慢慢偏向，就是说怎么把客户要的东西可以落地，然后再把实际执行的规格都定义出来。这件事情很难用 Vibe coding 去处理掉，尤其是很多时候我觉得我们现在的情况是，大家会粗略的觉得，好像写程式都没什么价值，就是 code 就是一个过渡期。事实上也是，它确实是为了解决某些问题产生的程式嘛。可是如果你要让它能够长期营运，你要让它能够变现，你要能够去验测它，你要能够去长期维护它，而且你必须保障稳定性。这件事情在 Vibe coding 上面有个很大的门槛。你 Vibe 出来的 code， 它其实当下能用，你能确保你卖给客户后1年后可以持续使用吗？很难。我平常讲很难，除非你本身就有工程师的一些底子，你在 Vibe 过程中你就把这些东西都想得很清楚。那市面上也有这样的作品，就是小的 side project， 然后它也可以旁边，但是我觉得是不多，它真的能够长期营运到，不讲长期，因为像 AI 出来的那1-2年，我觉得不能叫长期营运，它可能去年的 model Vibe 出来的品质跟今年 Vibe 出来又不一样，所以我觉得这也是个问题，就是好，我今天弄出来一个Vibe 出来一个还不错的东西，它开始卖了。结果因为模型的更迭，它一直不断的想要把你的 code 给砍掉重做，那你要怎么确保它在这个过程中东西不会坏掉？所以你要能够有个验收目标，像我们现在定接案的朋友们，他们都会先把验收目标先确定好。我今天要达到什么目的？我今天要注册会员，他需要是不是需要传 OO 或是 Google 啊这些，是不是需要 AB 这些全部列出来，然后写下来就是注册完之后 email 收信还是简讯收信，这些规格都要在这个时期都要绝对都要定出来。以前可能是初期跟客户讨论完，然后就写一个 plan 而已。但现在我们必须要去透过 AI 去验证它这个做法在实作上要怎么做，直接请 AI 产生一个 plan， 然后告诉我说我要用我可能已经选好框架了，选好语言了，那它程式码会长什么，大概长什么样子，它可能会需要有什么样的限制，有什么样的问题，就是先把这个 plan 拟出来。对，就跟以前的差别就是以前可能就是很粗略的一个 site map。然后一个表格这样，是吗？以前只要这么粗略就可以接案了，不用写那么详细。因为业主不一定看得懂。可是现在业主就看得懂吗？现在的情况是说，我们可以透过 AI 让业主更有信心，说这东西是可以在这个时间内做完。以前我们接案的情况很常，就是业主可能认为他的东西。第一次访谈的时候，这个东西确实是3个月内做得完，可是等到可能看你用什么开发的方式，有些我是敏捷开发，可能在中期就发现有问题，会一直不断的修改，可你修改会花时间啊，它就往后递延，一直往后递延。那这个过程其实是很多时候是接案者本人要吸收，很多时候，因为你辩不过他，因为你一开始说3个月啊，现在加的东西。可能好一点业主好了，那这3个月变4个月，可是确实是就商业面来说，业主他当初画了3个月这时间给你，你就是要交出东西来，然后有他们的安排，你能做到就是尽量在这3个月内做好给他。那如果以最初的规格来说的话，确实应该是没问题，可是因为一直迭代的关系，就会挤压。那这个挤压期就是一个很容易。有争议的地方，因为业主提的一些需求导致他延后，他可以，可是业主提的，如果今天业主觉得这个需求不是我要的延后，要是谁买单？很多时候都是接案者公司自己摸鼻子赶工把它弄起来。对，那现在的时代就是他提完需求，我就可以很快的产生出一个简单的 business 的
一个小小的 prototype 给他，或是我们不一定要给他看，就是自己先验证到底可不可以做得到。那你只要确定这可以做的嘛，你就可以把这些验收标准定得更确定，就不会因为业主他可能没有想到什么，然后后面又追加，我们可以把它请 AI 帮忙把业主没想到那一部分也帮忙补进来，让他自己对我没有想到说那个收发简讯那个简讯上要是挂掉了怎么办？那这样不要加钱，要加钱就先一开始就谈好啊，一开始谈好就是这些东西我们透过 AI 帮你分析完。所以合约不会是一个固定价钱跟固定时间的。其实蛮多种合约的面向。我自己的习惯是塞好几个 phase， 每一个 phase 就是有一笔费用会结算验收，然后对，我自己是通常是分阶段结，然后对时间 deadline 的。第一版通常是最小的 MVP， 它不一定能上线，可是客户可以用。对，我今天就以最常见的情况写一个自己的小商城好了。今天如果是卖服饰的，你想要上架衣服嘛，那你可以用 AI 蛮快就做出一个简单的东西。它可能还没有串任何第三方，它也没有串什么 Google 啦，都没串，就是单纯的登录这样。我在想这样合约要怎么定？分阶段收钱，那这样会先预估一个总价吗？通常会。那看业主他本身的期待，有一些是分润制，这其实就是看，你跟他的谈的过程，他要什么，所以这个就是 AI 很难取代的点，就是而且吃点经验啊，我会建议现在如果是新人要接案，最好是找一个有经验的人，你跟他访谈过一次，就是我们可能交流。你说像我这样吗？对，就类似交流，因为有些东西，真的是你要遇到才会比较清楚，很快掌握。像有些水电师傅啊，就可能那个水管坏了，你看不出来，一看啊，这无问题啦，这显然问题，一眼就看出来了。就这个还是有差，这个我很难描述，可是这个就是要时间累积。然后接案也是很多东西，业主不一定是他有恶意，他不一定是可能想要什么挖你油水，不是，他真的只是单纯的不知道怎么表达而已。对啊，他的 idea 说明不错，可是需要时间去累积。那像我有一个案子是开案费用结束之后，后面就是分润制。就是他今天有多少订单，就几成是算我的后面的维护费，这样维系。那也有些案子是我可能分3个阶段，花半年做完它，然后做完之后他还想加功能，然后就加第4阶段的东西，再谈一包，一包配去给他这样子。对。然后我自己比较建议的做法是，先至少拆在3阶段。主要只要中型以上，中型以上案就是指说它的页面可能是像一个小商城等级的，就是假设今天是卖服饰的小商城，它是中型等级以上的，主要它本身有登录啊、会员管理啊，需要接订单啊，然后有自己的后台，这很常见的。这种等级上的专案至少切3阶段，第一阶段就是MVP 嘛，就是你先不要接任何第三方，金牛都不要接哦。你就只是把该有的页面、该有的一些逻辑都先写好，登入、登出啦、订单啦、购物车这些写好，让他看啊。这版你就跟他讲好，说这版不是让你上线用的，这版是雏形，这版雏形接下来第2阶段后的东西才可以上线。会这样切的原因是我担心说，有些方向可能不对，会修改，所以我希望第1阶段先跟你确保这东西是不是在你想要的东西范围内，然后后面还可以再谈。这个是我觉得比较好的做法。第一包他看有些我是有遇过，真的有人给他的 MVP 版本之后他就不要了。他觉得说啊，那这个后面的东西很不是他想，他觉得那 MVP 还是有收钱吧？对，所以就开案费用，所以我会觉得说，要么签好合约，要么说要开案的费用，
你这2点没有准备好的话，的业主就要考虑他是不是适合跟他进一步的商量后面的东西，因为他可能自己没准备好，你会花很多时间在跟他在确认想法，除非真的是很好啦，你知道说他的东西你也想做，你本人也想做，想要一起学，那就那你如果是陌生案源的话，也要保护好自己。对，这个是有些奇怪的事情会发生啊，猝不及防。对，那你第一步跟他谈好开案就是做这个，第2步就是尽量 Phase 2就是要做到能够上线的等级了，就是你该接的要接，金流要接，然后一些登录该做的要接，你的整个压测要能过，你有确定的 server 可以上，这些等这些东西就是画在 Phase 2，通常2阶段完没问题，第3阶段就是做验收。验收可能是优化项，他可能发现说，我不只想串 Google， 我可能想要串 LINE 的登录，我想要接 server 你会布在远端吗？我会想办法说服业主放在3大云平台之一。很多人会想放在地端给你自己弄，是不是？有一些会，可是他们听一听成本之后，也会觉得说放云端比较好。对你那这样账号嘞？账号用他们的？对，用他们。我会倾向说，在谈这个的时候，尽量让业主去申请那个，你可以帮他申请，可是都是挂他那边，所有的账消耗的都挂那边。但是就是，这个前提是因为我自己对 info 有点经验，所以我知道怎么把费用控在最低。有些CSP 的供应商啊，他在建立新的设备的时候，他给的预设选项往往不是最便宜的，对，往往不是最便宜的，他可能 DB 一开就是用可能 Study 以上的版本，对啊，我们知道怎么把费用降到最低，所以前期的费用就是让他不要吓到了，因为有时候你要是没设定好，我之前遇到一个案例，他就是 SQL 没设定好。结果他用到 Study 上版本，原本1个月的 DB 的费用只有500块，他开到 Study 之后1个月变15000。那这样是谁开？他开的？我不知道后来他怎么处理的啊。但是就对，好像有一点小小的争执，但是我不知道结果怎么样。但后来没事啊，对，然后就是你在帮业主开的时候，要自己要小心。他愿意把账先挂在他那边，他信任你，你不会乱搞他的，不会额外付出。所以你在当初在下 plan 的时候，其实就要把你想要架在哪里，然后预算可能会多少，就是写在当初的那个技术规格里面，就有个印发相关的目录就是放说，那因为现在像我自己之前开发的按 W.NET， 然后后来有用其他的框架，所以那是一开始以 A9 为主。然后如果今天客户他本身已经有其他云平台的话，他就是借用他的平台去上就好。对，大概是这样子。那这个就是等到第3 phase 一些额外的东西都加完了，都好了之后，就是看维护合约，或者是之后有没有新的需求要进来这样。对，大概是这样子。你之前还有那个 TL 的经验，然后就是想要知道，就是因为 TL 常常就夹在 PM 的客户还有上级之间，那你是怎么应付这样？我之前我现在在公司服务的职位主要是 SA 相关，那其实 SA 就会很常需要跟 PM、TPM 还有RD 或者是其他研发去做沟通。那我自己其实在现在这份工作之前接案嘛，接案在之前也有当过一阵子的 team leader，所以算是有点小小的经验，但是不到说很厉害这样子。那我自己的心得是说，其实不管是什么 project 或是什么的那个团队里面，
他们就是会有个共同想要完成，大家其实是要打一个大 boss， 大家其实是要解决是一个boss， 可能这 boss 可能有些弱点，它可能是脚这边有个弱点，然后专攻这边，然后有些地方可能是手这边有弱点，要专攻这边。但是这件事情在团队里面很长，大家都是只做了自己的分内的事情，他们没有共同目标。很多 RD 或是 PM， 他们都是只专注做自己的事情。我把我的规划书写好了，需求书写好了，丢给 RD， 不关我的事了。RD 写完，照着规格书写完的需求，他觉得自己没问题的，没事，丢给 PM， 他就常常争执，因为一定光是刚刚这个案例，大家一定非常熟悉，一定会有一些落差。PM 觉得他自己讲完了，RD 觉得他听不懂，可是他可能不一定有问，然后就做下去了啊！做下去之后发现，哎，怎么不是 PM 要的？可RD觉得他做完他的，然后就产生一个很大的隔阂了。所以在蛮多团队多少都会有一些小小的摩擦，我觉得都是这种沟通上的问题。那对，那现在我觉得沟通桥梁这件事情会变得越来越重要。那 TL 会是一个桥梁。对，它是一个不能说关键，可是有的话会差很多。就是如果你今天没有 SA 或是 TL 这样的角色在中间做转译，就是会发生刚刚的问题，就 PM 跨 RD 中间是断层的，它是接不太起来，那可能要磨很久。他们知道彼此各自习惯的时候，才会比较顺。等到那个时候，可能在中间都 fail 了。对，那我之前会只要加入一个新团队的话，我在 leader 或是在做 SA 的时候，都会确保双方要的东西是什么。因为确实有一些 RD 他比较想专注在自己的事上，我就只想写程式，不要打扰我。对，确实有这样的 RD，他也没错，他就是做他工作分内的事情，他觉得这样就好了。对，那也有一些 RD 他是很积极的想要改善工作的一些品质，他想要像你可能会想要导入 SDD 啦，或者是做一些改善，可是不见得大家想配合他。对，然后他想要的就是一个他舒服的工作方式，他想要让自己有点学到东西，有这样 RD。那 PM 那边也是 ，PM 有一些或是业主啊，以接来讲是业主，他可能只是想要把我的需求包装好，让老板或客户看到我有在做事，我做完规划，我已经做完我该做的事情了，那他就不想要去探讨任何技术问题。对，他可能这一包规划书或者什么的需求访谈书弄完了，好，那就不关我的事了。我今天已经找阿弟全部找过来，开个4小时会，我讲完了，你们想办法。又有这种 PM，那有些 PM 是他很希望去帮阿弟分忧一些他遇到的问题，可是阿弟可能他因为不懂技术，所以就是中间会有蛮多的一些不懂啊，或者是误会的情况发生。他也不是故意的，就是可能他太忙了，他没办法 hold 住各种技术的变化。通常一个 PM 会接很多个专案吧？通常有蛮多公司身上的好像很少是一个专案就一个 PM。不一定，有些情况是，甚至有些专案2个 PM 以上。好，那因为蛮多专案它其实是有分成 PM 跟 TPM 的这样的角色。那由 PM 去收集这些业务需求回来之后，再经由 TPM 进行需求分析，或是 SA 再发给各个 RD。但是蛮多时候就是可能各自的 PM 它有一些需求上面的冲突会无法对齐，那这个时候其实就蛮吃各个公司自己内部它在人力安排上面的一个调整。但以我个人来说啦，就是毕竟整个 team 它想要完成的一个目标，其实就是解决使用者或者市场的需求，只是说在这个需求传递到
PM 啊，或是到了 RD 执行者这边，那过程有多少会有一些失真或是发散，所以我蛮长的情况是会先确认我们PM 端他们到底想要什么，那需要跟他们做更进一步的确认访谈、技术拆解，然后直接跟 RD 说我们的目标是什么，我们想要解决的问题是什么样子，对。那因为在现在 AI 时代下，那谁会对 TL 啊？又有 PM 又有 TPM，然后又有 SA，三个都会直接对 TL。对，很多时候其实 TL 这个角色，它以现在的架构下有点模糊了。那它因为它有时候是身兼 PM 又身兼 SA。会耶，对，我之前公司会耶。对，对，那但是你少了这个角色呢，你让 PM 直接对 RD，又落差又太大，他可能不懂技术，但是懂市场运行；RD 懂技术，但是不懂市场运行，但是他语言就对不起来。那这件事情，中间人现在我觉得在新的开发模式下，AI agent 的导入下，我觉得越来越重了，就是沟通这件事情。因为就像 Zero Spec 的精神，它就是希望让大家有个统一的需求目标，唯一原则。我不希望在传递过程的路上有一些死角或者是发散。像刚刚好像有提到，就是如果今天工程师他本身技术能力很好，他一听到他要做什么的时候，可能就已经把后面的步骤想好了嘛。他可能已经今天是一个简单的注册功能，他只是这样一句话，他可能已经想好说哦，接下来怎么串 email 验证，怎么串简讯验证，甚至实作也很快。可是需求端可能只是要接一个 Google 登录就好，暂时不想要去串其他的登录方法。可能使用者端它本身就不适合用简讯去做验证，因为之前就有遇到一个情况是，它的这个服务是跨国的，那在简讯的串接上面复杂度就变高嘛，而且有一些其他费用的产生。这个客户一开始就知道他不想做这件事情，可是他在传递的时候没有讲到他不要这件事情。那在设计过程中 ，PM 可能就会脑补哦，这个应该要有一点验证的机制吧？啊，现在简讯验证很流行，套进去用 SMS 哈，就这样 follow 下去了。然后等到真的实测出来的时候，又会跟上面对不起。但是这件事情我就觉得中间人最重要的角色就是现在其实如果你回去看这一年，第一季到现在目前的职缺的趋势，之前不是常听到裁员嘛？裁掉都是可能原本在固守在自己岗位的人，他可能不太知道别的领域在做什么，或者是说他也没有太多的学习兴趣，也不太想碰 AI 或者新的科技。这些人从原本的职业被释放之后，找进来的都是比较跨领域的人，像是刚刚提到 TPM 就是 technology 的，就会懂技术的 PM，然后或者是今天找进来的设计师，他不只会 Figma， 他还要会前端。对，那今天找了一个前端，他可能还要会一点后端。现在有个很有趣的现象是，现在就是大家 scope 对，大家 scope 变大了，而且我觉得这也是好事，因为像刚刚讲到，就是我们不知道目标的情况下，我们很容易做歪。但是你今天有一点点跨领域的技能的时候，你可以看见视野更大。你今天在需求访谈，你会知道说啊，这个技术规格可能要怎么切比较好。那你今天是设计师，你会知道怎么切板比较好做。对，那你之后可能就自己做了，那也没这问题了。你可能 scope 就越来越大。对，但是人的时间毕竟有限啊，我觉得即便是AI 发展到一个很成熟的程度，还是需要有一些知道这些 know how 的人去做把关。毕竟需求还是人提出来的，需求还是人提出来的。你 AI 做到不是这个需求已经歪了的话，它做再好也不是原本要做的东西。对，所以中间人像是刚刚提到TL 啦，或者是 SA 啦，或者是 TPM， 我觉得他们角色就很像是就是我觉得算同一块的。你今天要当 TL，你一定要
读得懂 PM 给的需求是什么，你也需要知道 RD 在想什么，然后你最好也要有 SA 的经验，你知道怎么去把那些技术给切分去做选型。对，那这个过程我觉得会越来越明显，然后现在蛮多职缺上面在找都是会技术的 PM 为主，变多了，这个需求变大了。以前可能 PM 就 PM， 然后 TPM 就为 TPM， 可像是 TPM 整个需求变得很多，甚至有些 TPM 它有办法 Vibe， 所以他自己产或后 Hyper 出来，先跟客户对。他客户真的要了，再把这个下放给工程师做，这就省很多时间了。不然你一来一往，其实那个成本都很高。然后工程师这端也不是说没事做，而是他有更多的时间去把他的程式跟架构弄得品质更好。对，像我们以前在 code review 的时候，就是可能 TL 本身有些他监 code review。看品质的时候，你可能发现说，它的 API 的开发，他可能比较有经验的，他会把上面的一些像是 attribute 啦，或者是一些response 的范例或者 request 范例，都会在那个API control 的地方做一个补充，然后或者自己的 DTO 的连接去引导到说比较细部的地方去嘛。对，但是有些可能没经验的，他们可能不觉得这个很重要，他拿掉也能跑，对。能跑啊，对啊，你能跑，多一个不骑也是可以跑，对啊，也是能跑啊，那他就不知道差在哪，但是现在工程师有更多时间让 AI 帮你补完这段，那你有这些东西，你未来在维护上一定是更简单。对，我觉得这是个好事啊，就是不要看成说就是大家会互相取代谁。那我自己在当 TL 的过程，其实蛮多时候就是要帮大家凝聚共识，他想要什么，我尽量满足他，但是我会跟他说我想要什么，有点交换感觉，就是我尽量完成你的需求，但是我们整个团队有这样的需求，你认不认同？我今天真的是想做个 project， 我觉得大部分工程师会希望自己做出来的东西是好用，大家愿意用。对，那你也需要负起这个责任，把这个东西尽量 tune 到说是好用的，是能用的，对，然后也要尽量去说服 PM，我们这边想这样做，然后有没有一些折中的方法，就是要一直不断的去沟通，跟 user、跟 PM、跟各个角色去做协调。但我觉得总归一句话就是，你要让大家都觉得自己是站在同一阵线。我们是要打一个 boss， 我不是开发完了就没我的事了，反正我照着你需求开了啊，到有要改，靠，好烦哦，又要修啊，那个有些时候真的不是PM 想找你麻烦，或者是 RD 想找 PM 麻烦，是有时候真的没有沟通到，就是你可能缺了一个目标。我今天想要做到什么东西，那本来就会有这些需求需要反复确认。我先预先跟他讲说，你先不要做太多，我先把最基本功能完成之后，再跟 PM 确认之后，你再往下做，他就不会做太多嘛。但是这个就是要一直去培养默契，那算是一个我觉得随着现在这个趋势，这个角色会越来越重要，甚至有一些原本当 PM 的人，他会下来，或是更扩充自己的技能树，让自己会写code，又会沟通，又会规划，RD 也会越来越有可能会越来越学会怎么表达自己，怎么说？如果你永远只在做自己的事，其实有点可惜啦。对，你玩不到最新的技术就算了，你可能在专案里面的重要度会越来越小。好，那今天谢谢种子来我的频道。谢谢，希望大家有学到点东西，感谢，互相交流。好，那我是哲嘉，我们下次见。